那么这期视频呢，就讲一下这个矿机的这个装机吧。其实，呃，和普通装机是没什么很大的区别的。那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呢，就是所有这个需要用到的东西啊，比较主要的东西啊。然后等下还会有一些配件，再继续在装的时候再详细说。那首先呢，就是一个这个矿用主板，它可以插8张显卡，然后我建议你们去买这种没有24Pin 接口的，它都是这种纯12伏接口的显卡的这种 PCIe 供电标准。然后它包含了一个普通的 CPU，一般赛扬或者奔腾的双核就够了。然后散热器也装好了，一个内存条最低4G 的，然后一个固态硬盘。那固态硬盘的话，就可以方便装这个 Windows 或者无版图系统。那如果你不想用固态硬盘，想省钱的话，你可以用 U 盘去装那个矿用系统，就比如 HiveOS、MetalOS 这样的。然后就是电源，那电源的话呢，这个功率肯定是越大越好，但是大的功率的话，它肯定很贵。那我这里推荐的就是这个长城的巨龙1250瓦，ATX 规格，体积比较大，所以它比较静音。服务器的虽然便宜，功率也大，但是它比较吵。然后就是这个最大的了，这个机箱。那机箱的话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一般这种挖矿机箱都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你会看到挖矿机箱上面有4个风扇，那风扇我也买了，就是这种12038规格的，或者你也可以买12025规格的。那我这里买的是这个剑准的，我建议你们最好自己去买，因为他们配套到机箱里这种风扇其实质量比较差，一个是不静音，因为我是在家里用嘛，要静音，那所以建议你们自己去买这种风扇，这个是剑准的。如果你预算高一点的话，你可以买一些那个更好的，比如尼迪克的啊，或者三洋的，甚至猫头鹰啊。那么装机其实也是非常简单，就是其实唯一的区别就是它这个主板比较长。那首先呢，我就先把这个机箱的盖子拿走。最后呢，就要把这个，然后呢再把电源给装好。但电源装之前呢，最好就是把这个电源把它弄成一个开机的状态。像这种 ATX 电源，它是有一根绿线是作为开机的。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拿出你这个电源的这种模组线吧。可以看到这里有根是绿色的线，那它是这样插进去的。那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把这根绿线短接到任意一根黑线上就可以了。那我这个长城巨龙它是这边的第5根，然后那我就和这个旁边的这根黑线对接到一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电源给装进去了。然后就来装这个风扇。然后这个风扇一般都是作为这个排风使用的，所以这个方向要注意一下。我们是这个有 logo 的这一边，我们是把它朝外面的。那如果你这个风扇想要更静音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螺丝这个背后和这个风扇和这个机箱接触的地方放一个那个橡皮胶圈，就可以把这些震动给抵消掉。因为有的风扇它动平衡可能不太好啊，因为你有可能买的是二手风扇或者摔过了，它动平衡就没有了，你就可以用这个套个防震胶圈上去。那么装好之后，这个风扇也就把它插到这个主板对应的这个风扇接口上，因为
等一下，如果你的显卡太长的话，你这个接口就被挡住，你就插不进去了。哎，这个风扇这个线还不够长，够不着。这个线大家肯定也要注意一下，一定要买这个风扇线长的。我现在只能先不接了，要去拿一根延长线过来。最后呢，我把它插到了这个第二个 CPU 的这个风扇上面，然后最后呢就插一下这个开机线吧。这个开机线就直接插在主板上，这主板上都有标识了。然后呢就是要把这个电源这些出来的线，然后插到主板上。然后因为我这台准备是用的这个1660S，它功耗比较低，其实我就只需要把这些线全都接到主板上，然后再由那边的这个线再插到显卡上就可以了。如果是高功耗的显卡就不能这样做，就只能把少量的线插到主板上，多的线还是要插到显卡上面去。那么这个线就插完了。那像这种比较长的线啊，我们就最好用这个扎带把它给绑起来，省得这个机箱里面特别的乱。然后就是把这个显卡都插到上面去。你看我这个显卡就非常小，这个是1660S，这个惠普拆机的，因为它发热量很低，所以这个显卡就只有做这么小。然后它这个供电也只有一个。然后呢，就用这种短的这种电源线，把这些显卡都给的外接供电都给接上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卡它挖矿的功耗我测过，它只有60-70瓦，这个功耗特别低，并且呢，它这个 PCIe 它也可以给它供电。我看那个 GPU 这里面，它这个更多的供电它是从 PCIe 里面取的，就在挖矿的时候。游戏的话就是另外是一回事了。那如果你的卡费功耗比较高的话，就千万不要从主板上面供电，这样肯定会烧的。就一定要从电源再接到显卡上，主板上你随便插几根就可以了。那么这台矿机就算是组装完了，但是你看啊，这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空间。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卡它太小了，所以会显得这个机箱很大。之后呢，我可能会给这种特别小的显卡，可能专门定制一个，就自己做一个这种小机箱，就把它缩短到差不多这么多吧，就只比这个显卡，只比这个主板要宽嘛，因为我还要放风扇到这里嘛，就把风扇也塞进去就完事了，就只有这么宽吧，可能。这样的话体积就更小了。还有像 A2000那样的显卡也可以用，因为像这种小显卡装这种大机箱确实体积太大了，浪费。那么开机之后呢，这个没想到这个电脑它已经，这个硬盘里面已经装了一个 Win7系统啊，不过还是最好是装这个 Win10，因为 Win10这个算力其实是比这个 Win7要高的，而且它现在最新的驱动啊都已经不支持 Win7了。那现在也可以听到这个矿机的声音还算是可以，这个风扇可能还是稍微有点吵，到时候还是要把它给换一个更稍微安静点的这个风扇。现在我这个是3000转的，到时候换个2000肯定会更好，因为我这是1660S 啊，它发热量很低的。但是如果你是大功率显卡，像3080那样的话，你就还是要稍微吵点的风扇。那么在装好极限驱动之前呢，这个 Win10它是自己自动装极限驱动嘛，这个分辨率就会变成这个比较低，然后这个字特别大，然后因为这个 CPU 性能很差呀，这个
这个装的时候也非常慢，这你可以看到这基本上是100%这个活动，很慢的。我现在是把这个英伟达的驱动给手动装好了，然后现在就只能等这个Win10自己慢慢的把这个机械驱动装好。其实我个人是不建议用这个Win10啊，只不过Win10比较方便，适合上手。那真正你要去很多这种机子来挖的话，还是要用那个专用的 OS。因为我现在用Win10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些测试吧，因为那些 OS 它没有这么多测试功能。好，那么现在就是装好系统，然后已经稍微设置一下就开始跑了。那因为它这个是3星显存的，所以它这个能耗比啊，这个参数还是可以调的比较激进的，就是这个能耗比都可以调到这个将近490，接近500，就8张卡它平均下来也有469的这个能耗比，已经是非常高。然后第2张可能这个体质不太好啊，它这个频率限制了功耗之后，它就跑不上去，然后频率不够的话，它这个算力就会比较低，它现在只有30多。然后这个功耗它也是最高有74瓦，就这张体质不太好。然后它这里软件显示是554瓦，然后我这里还插了一个功耗仪，功耗仪显示的是637，就这个也差不了多少吧，因为我这个里面还有4个风扇，一个风扇又是7瓦，4个就是28瓦，就是它实际功耗应该只有608瓦，608的这个功耗。然后因为电源它又有一个90%的一个转化率，所以这个功耗实际上也是差不多的，还要加上一个 CPU。因为这个长城巨龙它这个转换率并不高啊，达不到服务器那些94%甚至96%，巨龙它只有90%。然后这个温度也是非常低啊，因为这个带了这个排风扇，如果不带排风扇的话，这个温度至少要40、50度的样子。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装个机箱比较好，它能形成这个风道，就前进后出，可以把热量带走。如果你是裸机的话，它其实并没有这个空气流通，所以这个温度肯定是更高的。